这是推理女王阿加莎本人最满意的一部作品，出自于她的第2大侦探马普尔小姐探案系列，剧情精彩刺激，高能不断，不看到最后1分钟，你绝对猜不到凶手。英国某小镇发生了一起残忍的凶杀案，知名慈善家阿盖尔太太被人杀死在自己的书房中。阿盖尔因为无法生育，一共收养了6名孩子。经调查，凶手就在其中，名叫杰克。随后没过多久，杰克就被执行了死刑。然而2年之后，警方突然找到了他的不在场证明，凶手不是杰克。那么到底是谁杀死了阿盖尔呢？凶手又为什么要杀他？好了，影片开始。阿盖尔太太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大慈善家，她资助过无数儿童，并从中收养了6位作为自己的儿女。阿盖尔的丈夫是一名小说家，名叫查理。这天晚上，查理在房间写作，他的秘书站在旁边，用拉丝的眼神看着他，两人的关系不言而喻。隔壁房间，小儿子杰克和养母阿盖尔正在争吵。杰克整天在外面喝酒闹事，是赌成性。昨天他又因为赌博欠下了一大笔外债，阿盖尔已经给他擦了无数次屁股，这次也打算像往常一样直接给他钱。可仔细想想，这样只会害了他，于是便收回拿出的钞票，让他离开去反省一下自己。见状，恼羞成怒的杰克对着养母大声吼道：“快把钱给我，不然就杀了你！”屋外的人听到此话，瞬间冲进屋里，只见杰克死死地掐住养母的脖子，还好众人及时赶到拉开了他。接着杰克跑出屋外，小女儿也跟着出来安慰他。随后画面一转，阿盖尔来到丈夫查理的房间，对于刚才发生的一切，查理不管不问，遭到了妻子的数落。原来查理写作的钱也是妻子资助的，在妻子面前，他屁都不敢放一个。这一切被屋外的秘书看在眼里。数落结束之后，阿盖尔走出房门，碰到了另一位养子鲍勃。鲍勃和杰克是一对双胞胎，但两人截然相反。鲍勃非常懂事，管理着养母名下的信托基金。此时养母正在气头上，因此也就没有理会他。转眼间到了深夜，管家在书房发现了阿盖尔的尸体，众人听到动静后立马跑了过来。只见阿盖尔的后脑被人敲得稀烂，知名慈善家遇害，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此消息。作为头号嫌疑人的杰克也被警察抓去盘问，可杰克丝毫不慌，他淡定地表示自己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案发当时他搭了一个人的便车离开，那个便车司机可以为他作证。说完，警方从他的钱包里搜到了2张钞票，从编号上来看，这是阿盖尔抽屉里面的钱。可是昨晚阿盖尔并没有给他钱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警探表示，昨晚你威胁养母不给钱就杀死他，结果到了半夜他就真的死了，并且你说的那名便车司机，警方也迟迟没有找到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杰克就是凶手，最终杰克被判处了死刑。随后画面一转，来到了2年后，阿盖尔一死，查理就顺理成章继承了所有的一切，秘书也顺利上位，成为了庄园的新主人。所有人都从杰克谋杀阿盖尔那起事件中走了出来。最近这段时间，秘书和查理也准备结婚，他写信邀请以前的老朋友马普尔来参加婚礼。与此同时，一名博士正在研究所里介绍着他近2年来的研究成果。介绍结束之后，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杰克被执行死刑的消息，于是立马起身往杰克家的方向赶去。这名博士就是2年前杰克离开家时搭便车的那位便车司机，他可以证明杰克不是杀人凶手。这是阿婆的经典之作，推理迷必看的神剧之一。乡村侦探马普尔小姐来到庄园里，自从杰克和阿盖尔死去，现在的这一家子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。穿红毛衣的是杰克的双胞胎兄弟鲍勃，旁边的那位呢叫里奇。此外还有小女儿赫斯、二女儿缇娜、大女儿玛丽和她的残疾人丈夫菲利普，都住在这座庄园里。现在房子的主人已经变成了查理。阿盖尔死后，他不再写小说，看起来年轻了不少。转眼间到了晚上，一家人正开开心心地玩着游戏，突然间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这份美好。来者正是那位博士，他声称自己就是杰克口中的那个便车司机。2年前他路过这里时，杰克搭他的便车离开，随后自己就去了北极做研究，一做就是2年。博士表示，案发当时杰克在自己的车上，他根本就没有时间作案，所以说杰克不是杀害阿盖尔的真正凶手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纷纷愣在原地，这就说明了杀人凶手还在这个家里。为了弄清楚这一切，马普尔先是找到管家，了解了一下这个家庭的基本情况。管家声称阿盖尔不能生育，所以领养了6个孩子。然而呢，他并不爱这些孩子，他对孩子们就像是对待一件买来的奢侈品一样，喜欢就把玩一下，不喜欢就丢在一旁。接着管家还表示，大女儿玛丽是一个乖孩子，不争不抢，还帮忙照顾家里。就她的丈夫菲利普是一个满肚子坏水的人。1年前，菲利普生了一场大病，从此就坐上了轮椅。然而呢，还没瘫痪之前，他经常出入各种酒吧夜店，是一个整天沉迷于花天酒地的浪子。据说他是为了钱才和玛丽结婚的。说完，管家还提起一件事，其实杰克瞒着所有人在外面已经偷偷结过1次婚了。在阿盖尔的葬礼上，他的妻子曾经找上过门。接着马普尔来找鲍勃，一番询问过后，鲍勃表示，在杰克行刑之前，他曾去监狱看望过杰克。当时杰克说了这样一句话：这也许是我做过最好的事。可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马普尔心想，看来杰克应该知道杀人凶手是谁，他之所以没有提起诉讼，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这个凶手。
转眼间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当地警方也重启了调查。首先，警探找到秘书，询问他和查理之间的关系。秘书表示自己是在阿盖尔死后才喜欢上查理的，两人也是最近才确定了关系，准备结婚。正说着，在门口打扫卫生的管家突然大声喊道：“他在说谎！”路过的查理刚想询问，这时警探和秘书也走了出来。管家表示，在阿盖尔还没死之前，他曾看到过阿盖尔和秘书发生争吵，甚至阿盖尔还动手打了秘书一巴掌。而发生争执的原因呢，就是秘书喜欢阿盖尔的丈夫查理，而阿盖尔也看出了他的小心思。说完，管家认为凶手应该就是秘书。他听到杰克威胁说要杀死阿盖尔，于是便偷偷动手，然后将这一切嫁祸给杰克。阿盖尔一死，他就能顺利上位，不仅得到了喜欢的男人，还能获得庄园和财产的继承权。听完，查理也怀疑起了秘书。随后画面转过，警探和马普尔共享了调查结果。关于杰克，现在还有一个疑点没有解开，那就是他钱包里的钞票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怎么拿到的那些钱？另一边，秘书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，也开始进行调查。他将马普尔叫来，在阿盖尔的房间发现了一个保险箱，两人正研究着怎么打开。突然，窗外有人路过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鲍勃拿着一把手枪，不知道要干嘛。打开保险箱后，里面已经被人清理过了，只留有一张名片在最里面。马普尔拿出名片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私家侦探。随后，秘书和博士找到了那名侦探，经过询问得知，他是阿盖尔雇来调查一个渣男的，那个渣男就是大女儿的丈夫菲利普。阿盖尔怀疑菲利普是为了遗产才娶的大女儿，于是雇了侦探偷偷调查。调查结果还真是这样，菲利普确实是个渣男。侦探将收集到的证据全都转交给了阿盖尔，可没过多久，阿盖尔就死了，收集到的证据也消失不见了。难道说杀人凶手是菲利普？为了调查清楚这一切，秘书和博士又来找到杰克的妻子。然而呢，杰克的妻子却认为这一切都是杰克干的，人是他杀的，钱也是他偷的。杰克的妻子表示，杰克是一名撩妹高手，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女人，更是被他迷得不要不要的。还记得有一次，一个老板娘对他很是痴迷，把所有的积蓄都拿给他去还赌债。可杰克欠的钱实在是太多了，如果没钱还，那么他一定会被追债的人活活打死，所以他才会杀人偷钱。说完，画面转过，现在秘书是杀害阿盖尔的第二嫌疑人，所有人都在怀疑他，就连未婚夫查理也让他暂时搬离这个家，等事情查清楚再说。另一边，鲍勃也像是有什么心事一样慌慌张张的，他和阿盖尔的死有什么关系吗？与此同时，秘书正坐在梳妆台前，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。原本他马上就能和心爱之人结婚，可现在事与愿违，正思索着谁是凶手时，突然背后冲出一个人，将他一刀给杀死了。转眼间到了第二天早上，管家发现了秘书的尸体。报案后，警方在查理的书房中找到了作案的凶器，但是查理却坚称自己并没有杀人。随后画面转过，鲍勃将家里所有值钱的银饰全部装进箱子，打包带走。看样子他在准备逃跑。然而他为什么要逃走呢？难道他是杀死秘书和养母的凶手吗？鲍勃来到湖边，坐着船离开了这里。博士和小女儿正谈论着秘书的死，突然间，不远处传来一个落水声。放眼望去，原来是鲍勃跳入了水中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到目前为止，一共接连死了4人。凶手到底是谁？案件的真相又是什么呢？为了弄清这一切，马普尔调查了鲍勃管理的信托基金公司，结果发现鲍勃在最近这2年利用阿盖尔的基金公司在实施金融诈骗，公司的钱已经被他全部给赔完了。其实阿盖尔早就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，所以才在那晚故意不给他好脸色。调查至此，马普尔也明白了所有真相，他将众人召集在一起，开门见山直接公布了凶手。杰克和养母发生争吵的那天晚上，小女儿跟着出去过，然而小女儿并不是唯一出去过的人，一同出去过的还有管家。原来管家被杰克深深迷惑，最终陷入了爱河。当晚杰克要求管家去杀了养母，然后把钱偷出来。恋爱中的女人果然智商为负，管家非常听话，偷偷来到阿盖尔的房间，二话没说拿起木棍狠狠地朝着阿盖尔的后脑砸了下去。就这样杀了阿盖尔后，管家偷走抽屉里的钱，真相就是这样。另一边的杰克呢，为了制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，他故意搭了一个便车，可没想到这个便车司机是一名博士，第二天就去了北极做研究，而且一做就是2年。杰克知道凶手就是管家，他也知道就算自己出来也会被那帮追债的人打死，于是他选择了保护这个不顾一切为他杀人的凶手，所以他才会在监狱中说这样一句话：这也许是我做过最好的事。说完，管家的心里有了一丝触动，阿盖尔收养而来的孩子都是他亲手带大的，他是真的把这个家当成了自己的家。现在秘书想截胡当妈，他一气之下便将对方给杀死了。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。最后在马普尔的逼问下，管家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，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管家非常的爱杰克，可他为什么会眼睁睁地看着杰克被执行死刑呢？原因就是杰克的妻子找上门，让他彻底明白了自己只是一颗棋子而已，杰克根本就不爱他。故事的最后，凶手被警方逮捕。本期视频也就到此结束，喜欢阿婆的点个赞关个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